我刚开始试着聊的时候，比如说我是就家里面附近3公里、5公里范围之内所有人都去聊，部分是已婚的同志，他说他可以跟你聊，但必须边上床边做爱边聊，然后这个就没有发现合适的方式去进一步接触他们的生活。任东，你也是在农村里长大的，是不是？对，我是在湖南岳阳的农村长大。你在农村长大，因为你不是以一个农民的身份生活，因为你还在读书，而且你还在读博士，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梁哥他的这个生活状态里面，我们以同志的一个身份，在看到他在农村里面以同志的身份生活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首先，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和他的亲戚朋友圈融合得很好，并且是他同志的身份，在这个地方生活和亲戚朋友相处也非常融洽。那对比我自己在家里面的话，就是虽然跟父母已经出过柜，然后但是不会这么带着自己的伴侣，然后去到亲戚朋友家，非常自在的去聊天什么。看到这个平常的这种生活方式，反倒我觉得很幸福。然后我现实生活中经历的这个是第一次，然后那以我个人的经历，就是平常接触的农村同志确实很少，公开出柜的非常少。那你要能够和家人朋友融洽的相处在一起，在我生活中这也是第一例。所以其实大部分时候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就是谈论 LGBT， 其实还是在谈论这个城市的白领的那种更能够做自己的生活。但是回到农村里面，这种人际关系里面，确实是挺困难的哈。因为你也是在农村长大，我也在农村长大，要跨越这一关其实挺不容易的。21年初的时候，试着去探索一下旁边的农村同志，会发现可能也会有几种类型吧。有一种类型可能是还没有未满18岁，他对身份没有困惑，但是在交友方面可能有一些困难。那可能有年龄稍微大一点的20来岁，在大学读书的，他身份认同也没有困扰，但是因为在农村生活，他们可能跟家人也没有出柜，经济上也没有完全独立。还有一种可能是就是30、40岁已经在农村长期生活了，他们可能已经结婚了。那还有更年纪更大一点的，可能他们就是走南闯北，在外面有过同性伴侣，回来可能也是一个人，偶尔又去城市打工，然后有合适的，然后就在一起，就是这种飘零的一种状态。就看到这几种不同类型。而我自己呢，也是在城市和农村中流动，但因为我更多的时间是待在城市，而且会去有意识的去探索自己的这个社交圈。我记得你做过一次通过软件跟周边的人聊天，我想请你分享一下，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我刚开始试着聊的时候，比如说我是就家里面附近3公里、5公里范围之内所有人都去聊，然后有人呢可能会比较积极的回复，就是我刚才说到在大学读书的学生，包括有自己在广州，老家是我们那边，然后回来了，正好他读研，他也做这个方面，关注这个方面看到了，然后就跟我联系，这方面他觉得也可以。还有一部分是已婚的同志，他说他可以跟你聊，但必须边上床边做爱边聊，然后这个就没有发现合适的方式去进一步接触他们的生活。然后刚才说到的就是有这种说法的人，你想进一步，就比如说就试着我们可以线下先见聊聊，他们可能会比较排斥跟你见面，就是哪怕你邀请他说我们在线下喝杯咖啡或者是喝杯奶茶，他都是抗拒的。然后刚才说到的其中类型之一，应该大概50、60岁的一个叔叔已经离异了，他之前也有同性伴侣，他那次也在老家，我跟他倒是见面了，在我们家附近一个就是算一个公共场所吧，然后大家一起有聚聊聊，好像他更多的是想找到一个人去倾诉，他不排斥去讲这些。我见了有4个人，然后有3个男性，然后其中有一位是可能还在读高中，我和另外一个就是也新认识的一个读研的一个朋友，然后就开车去到这个就是读高中的朋友家。对，还有1、2个，其中有一对是临镇的，他们是一对夫妇伴侣，可能也还有一对夫妇伴侣在农村里。对，然后他们也见家长了。我记得我有一次是他开车接我，然后去到他家里面，有大概4个 gay 朋友一直在他家，他爸可能出去打工了。就是他有多少岁？应该跟我差不多年纪，他应该是90后，30出头。对，然后他们2个在一块生活。对，在农村里面吗？
没有在农村里面，就是他老家是在就是我们临镇，然后主要是在长沙生活。他其实就是说他的社会的身份的这种在一起，跟他在家里面其实还是有个剥离或者有一个界限在里面，他等于有一个空间做自己嘛。如果他回到村里面以后呢，你觉得他能做自己吗？就为什么说今天这次来就是两个家门，就是感触虽然比较平常，但是又非常说不出的，就是又很真实的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多阻力。但回看我自己在家附近看到的这些不同的生活样貌，他们没有这么真实的生活，然后可能是在城市工作，偶尔回家不必跟别人过多的接触，亲戚朋友圈好像还是有一定的隔离，真正能这么融洽像日常生活相处的我没有看到。哎，你自己也蛮有意思啊，你看你也在农村长大，然后你小时候早期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我应该从小学的时候其实就是比较偏好对男性有好感，包括我妈就有些时候开玩笑就说就是她说我有糖吃的时候都不给我姐姐，会去给别人吃。别的男人是谁？就是别的男人。我印象中就是我有零钱，然后去小卖部去买，就专门给那个小哥哥。包括初中、高中，就是经常就会跟男生朋友就会有那种小矛盾，自己心里面闹那种小别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都一直有这种情愫。而且那个时候在村里面，如果你村上或者镇上读中小学的话，你还很难找到人去沟通。应该是在高中或者大学的时候听到了一个，就是我初中的一个老师，她的对象，她的老公应该是个 gay， 他们后面离婚了。我记得村里面有聊，就是说那个老师为什么离婚，然后是因为她老公是 gay， 还是有一些故事，同志的故事在村里面流传的。但当时没有和自己去关联。我知道你在读研之前，你在深圳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你在深圳工作那段时间有什么情感的这个发展？有 OK， 大学之后其实才真正开始，就22岁毕业之后才真正有第一段恋爱。在深圳那是我第二段恋爱，那个相处大概2年多，但是发现两个人的生活路径方向不同。他之前其实有过女朋友，然后现在他也结婚有了孩子，然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会发生矛盾，包括说就是他以后肯定会结婚，然后如果要跟他在一起肯定要接受他那样的状态。分手之后其实发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生不同的选择，其实也是我们分手的原因之一。所以其实是你们这一代人，你看90后一代人里面也会人生的路径就是完全很多不同点，对吧？比如说你是要做自己，要按照可能同志的身份去规划生活，他还是要选择可能走到异性婚姻里面。他可能更多是以双性恋或者是什么的，因为他确实是有不同性别的相处的经历。但是就是包括可能在他这个案例中，就是他喜欢同性这一个部分或者过往的经历，可能是不能在他生活中感情中去透露的。就是他藏起来嘛。对，就是考完研究生之后，我5月份其实有去广州再待一会儿，去的第2周我就回了深圳，然后就去了我们以前住的地方看。我就在住的地方那天晚上，在那个超市附近，我看到他和另外一个男生上来，就在那个时间，我没有跟他任何聊，我就看到了。我就尾随他们去了那个超市观察了一段，后面跟他打招呼，哎，这是你男朋友吗？那个男生就没有说话，就走开，就默默往前走了。你看你在深圳工作了2年之后，你又决定去考研，哎，那你这个是怎么想的？我之前是过自己的小日子嘛，大概感情其实也有一定的迷惑，自己职业上其实也有一定的困顿，然后对人生就会，就是我可能一种迷茫的状态，我可能那个偶然的机会，之前不怎么看书，就去图书馆比较多，就翻了看了一些社会学，就李银河的《人间采蜜记》，了解了就是别人采访了更多的这种社群相关的故事，发现更多的故事和自己的那种当下的感受就连接到一起，并且觉得这个职业方向我觉得还可以。我当时其实也有想过，要不是就是职业上更精进一步，要不就是对换一个方向。那看到这本书，我就想到，我干脆就换一个方向，就是既换一个职业，也觉得这个职业可能是跟我的身份、跟社群有一定的连结，就辞职去考研。未来你的职业方向呢？当初的一个小目标的话，是想在高校里面做一个公开出柜的、做 LGBT 相关研究的学者。我觉得对于学生群体来说，也是一种支持。那你的小目标、小偶像，可能就是像魏巍老师一样，但现在这个仍然还是有这样的希望，并且希望往这方向努力，但知道会有一定的困难。然后目前在想的第2条可能会，比如说
在公益领域，比如说全职身份去做某一个领域也有可能，或者是第3种可能就是在任何一个现在还没有做的方向去探索一下。所以像你这样长那么帅，你现在有对象吗？现在有对象，然后是当初读研的时候在北京认识的。当时我们都在一个公益组织，我在那实习，他在当志愿者，然后认识了，然后几次碰面之后发现是同一个学校的。毕业之前是朋友，有过接触，毕业之后然后在一起了。他家的情况可能就更加特殊，他爸爸在他大学毕业之后就去世了，就是因为踩到钉子破伤风去世的。他妈妈是看不见的盲障。然后他会比较担忧，他跟妈妈说之后，妈妈心理压力比较大，因为妈妈没有更进一步的社交圈，就是局限于家里面。他发现他跟妈妈说完之后，妈妈很快就调整了，就觉得他过去也背负了比较大的压力，然后包括我也就是我回来之后也去他家，就是见了几面。然后包括我妈妈其实也有去，就我有带我妈妈去我对象家里面，然后2个妈妈一起有见面聊过。他会很积极的带入去思考这个问题，而且不是以什么社会偏见，而是更关注人群的生活现状。他之前可能就是通过听书，用 iPhone 有读那个文字的声音，他教妈妈能够去玩手机，所以妈妈会平常听一些东西，他有在小说里面听过，但现实生活中不知道，包括他的消息途径也会很有限。我也去到那去了3、4次了，每次的时候晚上可能妈妈就会跟我聊天，去聊一些她的担忧，包括养老了之后怎么办。但是妈妈最开始我见她第一面就是问我们孩子怎么办。然后这一个我比较快速的就绕过了这个，然后但是很快速的她短时间内下一个问我的问题就是2个人相处要好好相处，就是要互相就是彼此就是要好好扶持，才能够比较长久的在一起。而且他跟我说话都是，比如说提到爸爸的，他是说你爸爸，就是说我爸爸，他已经从名字上就完全把我带入了，就是他自己的儿子。哇，好感人哦。对，从这一个步骤我会发现妈妈就是已经从心底里把我就是接纳成家人。